我是 Robin， 这集我们要讲艾蜜莉在巴黎，她已经出到第4季喽，我已经追完喽。然后没想到艾蜜莉竟然是史上最被讨厌的影集女主角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大家都说她好绿茶哦，然后越看越讨厌，越看越讨厌。今天我们列出几个她被讨厌、被说绿茶的几个点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她第一个被说讨厌的点是三心二意，每个帅哥她都爱。很多人说艾蜜莉在剧里面很讨厌，因为她一直三心二意的。就主厨 Gabriel 很帅嘛，然后她本来就跟他在一起，后来遇到 Elfie， 他也觉得他很帅，然后又跟他在一起。最后第4季他又选择 Gabriel， 结果在圣诞节那一天，因为跟 Gabriel 吵架，然后遇到 Elfie， 然后 Elfie 疑似好像已经有别的新女友，然后他就自己一个人在圣诞夜的教堂前面大哭，觉得好舍不得，我是不是选错了还是怎么样？然后这边通常会跟着很感动或很难过，就我看到大部分都在说活该，你活该什么什么还敢哭，然后怎么大家这么讨厌艾蜜莉啊？还有人讲说真的很想赏他一巴掌，哭屁啊！怎么会有女主角被骂成这样？对啊，如果在现实世界里这样，应该会被人家说是婊子吧？对啊，你是说为了 A 自己甩掉 B 的，然后看到 B 的时候又觉得很难受？对啊，只有你自己在很痛苦，就是你感觉两个都想要，旁边有人看了就觉得你到底在干嘛？如果说我会不爽哦，如果他是你朋友嘞，我觉得你自己活该，不想理他，不想理他，就觉得活该，哭死算了。没有安慰，就是你活该。谁叫你自己那边两个都要，然后贪心什么什么的，跟 A 在一起就想着 B， 跟 B 在一起又骗 A， 有的没的。怎样？但是我要说个公道话，就其实我觉得这才是年轻的我们在爱情里面的样子。当你看到他，你可能会觉得他很棒，可是你可能遇到另外一个，你也觉得他好像也不错，也有你喜欢的地方，所以有时候就不小心会跟两个人暧昧不清，或者你跟 A 在交往的时候，你难免会想着 B 的好。那后来你可能分手的时候跟 B 在一起，又觉得可是 A 也有不错的地方，就是犹豫不决，然后疑惑不清，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。我觉得很多人在爱情里面其实就是呈现这个样子，所以不要用一个高度去批判他的角色，而是去想自己谈恋爱的时候会不会有时候也这样。其实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里面探索自己的，最后有可能会发现我真的不能什么都要，或者发现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满足我的所有需求。你最终会回到自我，就是我到底想要什么。有时候很难从一而终，或很难一个一个弄得很清楚。我觉得爱情里面很容易是这样。那很多人也许没有那么多的爱情的经历，会很容易说这样很过分啊什么什么。可是经历过，你就会知道，有时候拉拉扯扯是正常的。可是我觉得在探索自己的时候，就会伤害到别人。对，被这个人喜欢很对啊。可是有时候我们也在别人这样子探索的时候伤害到我们。对啊。例如他跟你暧昧，然后他又消失了，然后后来他又回来，他也是搞不清楚他在干嘛。然后你就觉得他消失了，你很受伤。可是因为他也在探索自己。其实年轻男女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互相伤害。也许最后会找到真正的出路，可是我觉得不用那么去否定这个探索的过程。反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会伤害别人，别人可能会伤害我们。我觉得谈恋爱真的就是这样，所以我就不会这么批判她，我只会觉得她是一个迷惘的女生。那她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一些可能的幸福，那也是她要承担的代价。第二点是艾蜜莉疑似是个大嘴巴，她跟同事说出她的闺蜜卡米尔怀孕的秘密，人家怀孕还不想被知道，然后她就到处跟人家讲，搞得大家都知道。然后呢，她的前男友 Gabriel 是从她的闺蜜卡米尔身上抢来的。也就是她闺蜜的男友可是抢过来之后，他们竟然还能继续当朋友。对啊，怎么可以啊？这本身就已经很怪嘛，对不对？很厉害。后来 Gabriel 跟卡米尔又复合了，所以变成她是前女友。然后在这种情况下，她竟然去跟 Gabriel 爆料说，其实卡米尔有出轨，而且是跟一个女生出轨。什么心态？对，你到底要表你的闺蜜几次那种感觉？更欠骂又更欠骂了。比刚刚更生气耶。对，就是这男友是你从闺蜜身上抢来的。对啊。然后你自己变成前女友的时候，你要再去爆料伤害她。可是她在剧里面的立场是，她是想要帮忙把卡米尔找回来的，因为她闹失踪。然后 Gabriel 很痛苦，他只是想要把她找回来，就说出了这一切。所以他是不会做人，是不是？可是他却都觉得我在帮你们，我只是什么，我只是什么。所以大家就说真的是超级大绿茶。我觉得这段过程如果在台湾应该是当不成朋友，不太可能会大乱斗。就是又能跟你在一起，然后又跟别人在一起，他们又复合了，然后我们都还是朋友。没办法。对啦，这个部分我是觉得亚洲社会好像不太可能，通常会撕破脸。是法国人还是欧洲人可以？比较开放吗？他们真的可以哦？我不知道，剧里面就是都可以，大家一直在那边轮流来轮流去，然后大家都还是朋友。我不行。对啊，我是觉得好像不太行。如果你真的从你闺蜜身上抢了她男友，应该就要断联这个闺蜜了吧？对啊。怎么会你们3个还一起出去吃饭干嘛的？然后最后又变4人行，又更怪。这知道这部片好看在哪了吧？第3点是艾蜜莉有很多很自私的行为，例如惯性说谎。卡米尔去借住 Gabriel 的公寓，而且他还带了当时的女友一起去住前男友的公寓，所以那个公寓就挤了3个人。然后艾蜜莉想跟男友独处，觉得每次去找他都有别人，他们就没有办法约会，所以他就去跟公寓的管理员检举说那间房住了3个人，这样他就能跟 Gabriel 独处了。可是当初是他想要帮卡米尔才把他找回来的。对啊。然后他现在在巴黎没有房子住的时候，他又对，所以大家又觉得他很过分，尤其是他只是想要跟男友可以独处而已，就这样对他的闺蜜。后来呢，卡米尔就被赶走了，好，然后他们就 OK
OK 了。后来公司来了一个新同事，然后因为都一样是美国人，所以艾米丽就特别照顾他，然后跟他说：“你什么事都可以问我啊，因为我也是这样子从外国来打拼，什么都可以问我，我很照顾你这样。”然后结果这个新同事要找公寓找不到的时候，艾米丽她家的那一栋明明就有个空房，然后他问他的时候，他还说：“我再帮你看看。”他差点要说出口，可后来他又决定不告诉他，所以大家就觉得说他真的很两面人呢，又要装好，可又很喜欢说谎，真的需要照顾的时候，他又不把资源给出来，他到底想干嘛？好矛盾哦。所以大家就一直狂骂艾米丽说，她到底有什么任何优点值得我们欣赏？所以如果她是你的好朋友、好闺蜜、好同事，你后来发现你们家那一栋明明就有，你却不告诉我，你会生气吗？会啊，会。你会觉得你自己叫我什么都问你，然后你故意骗我？对啊，然后你跟我说我们很好，结果你现在把我当什么？所以这样算绿茶吗？算职场小人吗？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有心机的人，有心机的人，对，不够真诚哦，可是又要假装很真诚，然后以后他的热情跟他讲的话可能就要打折，你就会觉得他很假，对不对？很虚假，装好不好？不然就不要装一副很热情大方，都可以问我这样子，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，相信你啊，跟你讲什么，结果你却这样对我。可以了解为什么艾米丽被骂，因为她好像触犯了很多大家平常不能接受的事情，大嘴巴、爱骗人、装好人、抢闺蜜男友、又爆料闺蜜的秘密，好多怎么会这样？但我觉得这种人生活中是真的其实很多，对不对？只是大家不习惯她当女主角，是不是？她以前可能是女二、女三那种坏人，对，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很合理。可她现在挪到女主角的时候，大家不习惯，所以就边看边骂，但是还是把第4季看完了。然后她还会有第5季哦，就把她视角变成女主角所以大家不能接受她是主角。不过我要提出一个，就是艾米丽在剧里面认真工作，而且事业心强，她有很多缺点没有错，我们刚讲的那些都是她的缺点。她有时候很冲动行事，不够理性，但我觉得她的本质是善良的，她不太会做人，她做人的手腕不够，经常把事情弄巧成拙。不过我觉得她每次困在恋爱难题的时候，她都能够兼顾工作，她不会因为失恋然后就明天不上班了，什么都不做了，她还是会冲去上班把事情做好，因为她的工作压力很大，老板也是那种恶魔老板，不好搞的。可她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哦，而且我觉得她每次在爱情里面的体验或是创意或感受，她都会拿到工作上面去发挥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做不到的，因为很多人只要一失恋我不要上班了，老板我要请假，我没办法，我没有心情。可是至少我看到她没有这样，虽然她的生活也弄得一团糟，但是她在这个很糟的过程里面，总是有理出一些头绪，然后继续的往前走，所以她就会升官，薪水越来越高。这一点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的部分。第4点，我想要提出一个男女双标的问题，就是我们为什么总是要求一个女主角要很完美，事业又要好，恋爱也要好，她的人设还要很完美，不能有缺点，不能不小心爆料闺蜜的坏话，不能不小心因为爱上谁把她的男友抢走了，也不能不小心大嘴巴说出一些东西，就是对女主角的这个人设要求的很完美啊。我们是不是太习惯看完美的女主角了那我提出一个角色叫钢铁人，他很花心他也很自私他也对别人很没有同理心他就只有一件事情，成功，事业成功，聪明，对不对？也就是他的事业部分很完美，大家都把他当英雄，没有人批判他这些缺点浪费食物啦、骄傲啦、不理他人啊、阶级意识很重啊、自私自利啊，然后随便乱玩女人啊，没有人批判他真的耶，我还觉得我们对男主角，对我们觉得他很帅，对不对？还觉得他乱丢汉堡很帅什么的，反正我们觉得他的一切都很真，会觉得他很帅。可是怎么我们看女主角的电影或影集的时候，容不下他有一点点的小缺点啊？是不是我们男女有一点双标呢？对女生好严格对男生只要他事业成功又有钱帅，怎样都没关系。可是女生说一点坏话，什么抢一下男友，有点迷惘犹豫不决绿茶。我们有没有一点这个的问题呢？我是有发现这件事情啊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。我想问观众一些问题，就是你觉得艾米丽是绿茶吗？再来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男女双标的问题，如果大家觉得好像是欢迎你跟我分享你的意见哦。我要推荐另外一部很狗血的影片，叫《从黑暗荣耀学到的事情》，它也是一部很好看的影集，里面的绿茶更多更乱斗，好吗？而且男生也很坏，渣男渣女都超多，所以这部影片可以让我们观察人的能力大大的提升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